歡迎收看《華爾街點評》。鄭麗文本來以國民黨救世主的姿態當選了國民黨的黨主席，他本來想說，我就要勇敢的論述，我要把國民黨這些羊群，我要變成了獅群，我要勇敢的對抗民進黨，我要帶領着國民黨走向執政之路。但問題在哪裡呢？在他的帶領之下，國民黨可能被打趴在地上。他現在嚴格的黨軍購，可能已經重創了國民黨在這個社會的制度。我們看到，按照美麗島電子報最新的民調裡面，國民黨跟民眾黨因為黨軍購的關係，這兩個黨都受到了重挫。我們常常講清明節變盤，這兩個黨看起來也出現變盤的狀況。他們現在跟民進黨的差距越拉越遠，這還不是最可怕的。當然，今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就看到各縣市裡面對國民黨的反感是急速的增加。而在急速增加裡面，有幾個地方非常值得關心，就是新北。新北對國民黨的反感居然高達了61.1%，這個數字，我想看在國民党的眼睛裡面一定會比刷。而且不是這樣子，在各個縣市裡面都出現類似的狀況。我們知道，雖然縣市長選舉跟政黨傾向不一定有關，可是如果你的土壤，你的這個社會裡面反國民黨的土壤、反國民黨的聲音有這麼強烈的話，對國民黨的縣市長選舉會是好事嗎？好，我們今天請到5來賓，對大方首位的財經專家黃授松，你好，大家好。好，這是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資深媒體姚維珍，大家好。第四位是資深媒体張宇軒，好。好，第五位我們要特別介紹，他是萬寶週刊的總編輯莊正賢，大家好。好，所以我們剛剛講的是，本來鄭麗文那邊吹噓說，我是國民黨的救世主，我要勇敢的來論述，論述了以後呢，他做什麼論述？他就黨軍購，對，我就黨預算，而且我擺明着跟美國對幹，對，這樣的狀況下裡面，美麗島電子報民調出現一個非常可怕的狀況哦，這可怕的狀況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支持度大幅的下滑，对，大幅下滑，現在跟民進黨差越來越遠。更可怕的是兩個黨的領導人，兩個黨的地方包括像柯文哲，包括像鄭麗文，你就看到他的不信任度、不滿意度都已經過了50%以上。对，沒錯，我們台灣的政局真的變化非常快。王姐，你記不記得去年7、8月的時候，民進黨大罷免、大失敗的時候，整個元氣大傷。人家又說了，2026、2028，民進黨沒算了啦，你一定大敗了，沒機會了。但是就在這個時間點，去年的10月，天降一個大貴人給民進黨。那個人就叫做鄭麗文。鄭麗文當選了這個國民黨主席之後，你看他一連串的這個政策，你看包括說黨軍購啊，很多事情，甚至現在政協會都要去了，哇，這個下去的話，你看他的好感度節節敗退。對，我們給大家看，你看我們先看鄭麗文的好感度，對比1月就好了。你看他对比1月，他的信任度就下降了快要3% 到4%，不信任度上揚。那好，那你看整個國民黨的這個信任度、好感度，你看下滑了6.1%，對，反感度下滑了，上升了4.4%，那來回就10個百分點了。對，那你更不用講，原本呢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會這個競爭2026的柯文哲，也是現在信任度也在下滑。所以因為他們也黨軍購，所以你看連這民眾黨的這個支持度也下滑，好感度下滑，但是不滿意度也是在上升。你知道，如果你常去看民調的話，你都知道說這個滿意度跟不滿意度有一個關鍵的數字，對，30%。對，也就是說你如果不管個人或是政黨，如果你的滿意度低於30%的話，對你这個政黨是有很大壓力的。就你現在看到國民黨跟民眾黨現在的滿意度都已經跌到30%以下。对，可怕的是什麼？可怕的是他的不滿意跟不信任，對，都已經過了一半了。沒錯，就是我們都在看，都說好感度，好感度如果對你是反感、厭惡的時候，實際上這個投票動能是更強的哦。所以你看，現在目前為止這樣，當然民進黨是不好不壞，它沒有什麼太大變化，但是顯然在野黨在下滑，所以我才說這個賴清德遇到大貴人，他們自毀長城，原本厚厚啊幾的狗啊，就把它基本上完全是臭不可聞的一個狀況。我們看下一張，你就知道說今年2026。國民黨恐怕面臨到非常大的壓力，因為你剛剛講，今年最重要的就是縣長的選舉。對，縣長選舉裡面，我們就做了一個交叉分析，是哪些地方對國民黨的好感增加，哪個地方對好感減少，哪個地方開始不信任。對，如果你去比照，新北、北市、桃竹苗、中彰投這樣子比下來，對，是幾乎我跟他講，除了中彰投以外。其他全部都破50%了。對，沒錯。我們跟大家講一下，目前為止來說啊，整個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我們講這個今年的這個所謂2026選舉，就是兩黨對決嘛。那兩黨對決，簡單來說，你好感度比較高了，可能會比較贏面。好，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用從個別縣市，台北市來說，你看新北市來說，你看23.9好感，反感度61啊。你看对比這個民進黨44.8好感，然後這個反感度是43.2。對，所以為什麼最近的蘇巧慧民調在直追李四川？所以你說在新北市
對國民黨反感的人比對國民黨好感多了1倍。對，所以為什麼蘇巧慧的民調再往上升嘛？這其實看得出來原因嘛。那麼多人對你反感的時候，如果說一開始比較的時候，李四川是完全碾壓蘇巧慧，而且李四川在台北市是有政績的，他在高雄市也是有政績的，本來被認為是一個超強的這個候選人，對，就沒有想到最近被拉平了。對，被拉平的關鍵根本就是沒有想到新北，你想想看，新北如果對國民黨好感只有23.9%，我的反感61.1%，是你對李四川來講那多可怕的壓力！甚至不是有部分的民調還出現藍白合也輸給綠營，所以就是因為你已經出現到這樣的一個大格局的變化嘛，哈。那台北市也是一樣，台北市不滿意度居然還有50.8，對你反感的。那當然台北市來說嘛，這個或許民進黨目前為止可能還很難扳倒這個蔣萬安。對，但如果你往中南部去看，你會發現到更誇張。你看桃竹苗32對比52，有30%人對你不滿意的程度比你滿意程度還要更高，連桃竹苗都這樣。對，中彰投也是這樣。為什麼盧秀燕會帶頭起來反黨中央？你就知道嘛。那還有江啟臣為什麼也是在帶頭，也是在反黨中央？49、50%對比30%，你不反黨中央你怎麼選呢？對，那你看再往南去，這個雲嘉南55.3对比23。那包括說這個高屏63對比24，所以為什麼現在謝龍介啦或者怎麼柯震民調都開始被拉開，這就是這樣的原因嘛。而且你就發現說，所有的候選人都離鄭麗文遠遠的。我們再回到第一張的那個民調數字來看，對，鄭麗文剛剛講的，鄭麗文個人根本就崩盤了。對，鄭麗文的不信任度已經高達54%，然後呢信任度只占23.9。23.9的意思是什麼？23.9的意思是說他的支持度信任度比國民黨本身的好感度都還要來得低。对，所以簡单來說啦，他去政協會之後呢，他出現的地方搞不好國民黨候選人會閃得遠遠的，因為什麼？因為他可能會變成是票房的大毒藥。而且你說，在這個過程裡面還有一個重要的指標。對，以前國民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者在嘛，是工商團體。對，以前的4大工商團體基本上都是支持國民黨的。是，可是你就看到郑麗文這次不是講說，我要跑去跟這個政協會嗎？對，而這一個重點。他說要幹嘛？我要回到2005年連戰的那時候。是，可是你對比連戰就變得很可笑，就是連戰去的時候就是灌溉雲集，所有的大老板都跟着去了。可是今天大家去看到鄭麗文去中國的那個代表團，对，笑死人了。对，沒錯。我想事實上這一次的這個鄭麗文浩浩蕩蕩要去，但是事實上他出席的人跟這個連戰他們這個上次2005年去的時候有點一樣，就是有連家人去。因為什麼？這一次連勝武有去，就是連家人有參與，但是其他完全不一樣。因為去了這一次3個國民黨的副主席啦，這個蕭旭岑啊、張榮恭啊、李乾龍啦，然後還有包括國民黨大陸事務部的主任啊、文傳會啦，還有主席辦公室的顧問啊等等，很多人都是國民黨的人。那你想說，過去國民黨之所以在兩岸議題上面他能夠有話語權，就是因為企業家會跟他一起去。我們看到2004年、05年那時候的時候，或者隔年再去的時候，你看當時包括說什麼這個。顧連松也去了，郭台銘啦、蔡明忠啦、嚴凱泰啦、徐旭東啦、張國政啦、戴勝通啦、陳武雄啦、林伯時啦、辜成允啦，當時被說涵蓋台灣股市市值的1半，結果現在是蕭旭岑、張榮恭、李乾龍，對，涵蓋台灣股市市值的0。所以看這差異非常巨大嘛。那為什麼這樣？因為現在很簡單嘛，中國的經濟在下滑，很多這個企業家在中國都吃了大虧啊。你現在再去中國訪問來說，他也不想沾上你這個邊，而且搞不好我不但不沾上你這個邊，我搞不好在台灣形象會受到傷害。所以這些人都不去了。好，那他們現在往哪裡去？他們現在往黃仁勳去。你看黃仁勳一來，大家全部靠過來。那黃仁勳都是大老闆，對，造園企業，這個占台灣股票市值恐怕60%-70%啊。所以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代表它代表的就是一個美國。所以呢，現在台灣顯然企業是往美國去靠。對，那中國大家可能是在遠離的一個狀況。企業家已經告訴你這樣的狀況，所以為什麼這一次鄭麗文的這個執行沒有企業家願意去？因為事實上在中國跟美國之間，顯然企業家有跟你不一樣的想法。好，惠珊，你曾經講過一個名言說，錢在哪裡？對有錢人來講，大老闆來講，錢在哪裡，心就在哪裡。你說現在大老闆不會去跟着鄭麗文去，是因為錢不在那了，所以我的心就不在那了。現在你過去跑台塑集團，你過去跑很多的產業界，你說現在賺錢的地方根本都變了。你要知道嗎？台塑去年就虧了100億啊！我還重新數了一次，我沒有看錯，台塑這家公司虧了100億，
真的虧了100億。然後我就問他們說，請問一下你們怎麼去年一家就虧了這麼多啊？他說，因為中國不是很好。我說对啊，我知道，因為中國他們自己產能過剩嘛。那因為中國過剩才能往全世界倒，所以台灣這邊更慘，所以就真的都很慘。那去年整個台塑四寶裡面，台塑賠錢跟中國有關係？當然有關係啊！中國啊，過去這幾年啊，竟然有所謂7個王永慶的產能出來，什麼意思？哇，5000到7000這些產能7000萬，到目前為止產能還持續增加當中。所以過去這幾年，他們其實從2023年開始營運都是一直不斷下滑，不斷下滑，不斷下滑。他們甚至在講啊，可能那個烏雲要等到2027年啊，才有辦法看到一線曙光啊。那現在情況是這樣，台塑不是在中國是有賺錢嗎？以前中國不是在整個台塑的這個所謂的盈餘注意很大嗎？你說現在反而它最大的洞、最大的窟窿居然在中國，全部在中國。而且後來他們私底下還有跟我講，因為他們本來在2020年左右，他們還要再加碼投資，後來因為一些相關的情況就沒有順利，就想說好，那不然那個加碼計劃在100-200億台幣，就說那我們先暫緩。老天爺啊！現在心想說還好當時暫緩，如果當時又繼續投資下去的話，完了那個洞只會越來越大。然後呢，最近國際原油行情就上海嘛，然後看起來好像不錯哦。我就問他說，那你們現在這個虧損的狀況，今年是不是有機會哇塞從谷底反彈啊？他就說，是有好轉，但是呢，看起來只是非常慘。很慘，跟不那麼慘，但永遠都還有一個慘字，你知道嗎？那我就跟他講說，不對啊，最近這一個伊朗的戰爭的情況之下，這個中國拿不到便宜的油啦，那是不是對你們來講，就大家他們沒有便宜的油了，那你們可能也比較競爭起來沒有那麼吃力？他說，事實上沒有辦法，因為他說他們的產能太大。當你產能大，中國產能非常大，非常大。他們他說中國產能加起來，如果所有全部都投產的話，搞不好日本、韓國跟那個台灣相關產能加起來都還沒有他們那麼大。所以他們已經是他說。中國在這個石化業霸主的這個角色，其實已經很難撼動了。所以它不但內捲，它也外捲，把全世界捲在一起。那剛剛講現在台塑裡面，剛剛講有一塊，為什麼現在大家會也是做一個選擇？中國跟美國做選擇。我現在在中國，我的投資，我等於說我就損傷非常大。對。可是現在在台塑裡面有一塊非常賺錢的，而且賺越來越多錢的，居然是他們在美國廠。是因為最主要原因呢，像美國厂商以今年來講，全世界國際原油行情還有一些就是天然氣價格都在飆漲，但是因為美國在天然氣這個部分是自有的、自產的，所以呢，天然氣價格比較沒有波動。那你天然氣價格比較沒有波動的一個情況之下，你的發電成本相對來講就不會那麼高，再加上你有一些可能你就是用天然氣來當成一個原料的，所以呢，他就說，美國台塑美國廠這個部分確實已經是只虧為盈。已經開始在好，那他們持續啊，就是說，那美國這個部分是不是有新的投資計劃？他們好像在2年前嘛，宣布了一個乙烯廠120萬公噸的乙烯廠，這個部分會持續在進行當中，在美國投資，在美國投資。所以如果打開全世界的一個地圖，我們都知道王永慶師他當時就講Iwasaki Ka嘛，3隻腳，一隻腳在台灣嘛，然後一隻腳在這個中國，另外一隻腳當然在美國。但這個三足鼎立頂起一個台塑集團的王朝啊，現在看起來啊，美國這一隻腳越來越強壯，台灣這邊還可以，中國那一隻腳啊，看起來好像已經有點要被他們給砍掉了。所以呢，現在他們的情況就是，中國這個部分只要不要繼續有太大的變動，或者是這個太大的虧損，他們就阿彌陀佛。至於你剛剛提到鄭麗文，可不可以抓去拜託加西郎哦，我們得跟那什麼跟鬼拿藥鐵啊，所以那個是不太可能啊。那最近他們也都盡量避免，就是不要被這些。我跟你講啦，你講到工商團體，不是向來都是國民黨後面很重要的一個支持者嗎？我印象最深，因為我其實之前在跑台塑之前，我還有一段時間在代班所謂的工商團體。工商團體啊，都是偏藍的比較多啊。那之前也就是說，張平藻啊、商總啊，一大堆賴正鎰啊，賴正鎰那時候一直要去中國投資啊，一大堆的計劃什麼的。但你要知道，這一次讓我非常訝異的一件事是什麼？竟然是韓國瑜啊，他跟這個工商協進會吃飯啊，就是春節的團拜。那個吳東亮，你要知道吳東亮，因為他以前面臨要被綁架一些安全的危機，那吳東亮在公開場合永遠都是他前面的那一顆比如說花遮住了他的臉啊，你知道嗎？比如說我們現在他一個花這麼高，他不要讓人家拍到他臉，因為他很怕說類似的情況在發生。結果今年在新春團拜的時候，他當着韓國瑜的面啊，直接把麥克風拿起來，院長拜託。總預算、美國關稅
拜托，這是我們工商團體最重要的一件事，拜托盡快通過。所以不是潘俊榮，連吳東亮都這麼講，當然都是這麼講啊，因為錢在哪裡，心就在哪裡，錢現在在哪裡，在美國，在其他各國，我心當然要跟着這樣跑。那你台灣這個部分，不管是軍購案，不管是总預算，你一直卡住，你叫工商團體要怎麼樣活下去？好，吳董，你今天把資料給我的時候，你就慘了，怎麼慘了？就是你說國眾崩盤了，按照你每一島電子報民調數字，你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而且我們看到它，而且很大的變化就是在最近剛剛講的兩邊下滑，也就是說國民黨跟民眾党下滑的速度越来越快。对，现在这个因为两个刚好党主席都出紕漏，一个郑麗文本身你就看他帶賽嘛，鄭麗文居然說他1個月掉了5個百分點，然後那個柯文哲他是回到他當時入監的那個被收押那個時候的，啊23.4，回到最壞的那個時候。那這個情況來講哈，都回到他們的原來的最差、最弱勢的情況之下。也就是說，在柯文哲最糟糕就是他的整個案子爆發，案子爆發了以後，到了入監的時候，他是23.4，在那起起伏的時候，後來因為關太久了，很多人對他開始同情了，同情了以後呢，我對你的好感度增加，我對你的反感度、不信任度其實下滑，最壞的時候怎麼好？最好的時候他曾經到了52.7，可是沒有想到最近的一段時間裡面，他的滿意度又從33信任度33.6降到24.4，而他的不信任從52.7一下子又飆到64.7了。這個我跟大家解釋一下，因為大家你看33.6跟52.7是什麼意思？因為他那時候交保，他就出來了。民眾黨全部用司法迫害作為主訴求。那個時候呢，因為那時候檢察官沒有聲音嘛。偵查不公開，而且資料不多嘛。對。那今天出來一點資料。今天公開了。那可是，在我們做這個的時候呢，已經看到有判決結果。當有判決結果跟資料你在模糊的時候是兩個狀況。對。所以判決結果，民眾已經相信你是貪污犯。對。所以這個貪污犯被確定的時候，就是我們在做民調的時候。對。就回到他當時開始被抓的時候，23.4，所以回到他原來的低谷，完全你看這數字完全一模一樣，有意思啊。所以台灣民眾的反應啊，跟那個事件的反應啊，非常一致化，一點都不意外。所以那這種情況的柯文哲，他還有一個高點，你看到沒有？最差的是70.3呢。所以柯文哲會越來越壞，還會再壞，還會再壞嘛？因為你看他最壞的時候還有一個19.9嘛，所以你就知道說，如果他們繼續搞司法破壞的話，民眾就不相信了嘛。要有70%的，就將近70%民眾不相信柯文哲嘛，那這個75%是一個高點，對，那會變成什麼情況？民眾黨就會變成所謂的這種小草宗教化，那宗教化的小草黨就會變成一個很小、很堅固，然後呢死骨不化，然後越來越小，然後呢這個完全就沒有辦法溝通。而且你從這個民調裡頭剛剛講的是國民黨的整個信任度不斷的下滑跟民進黨的差距還不止如此，你還就看交叉分析。如果看交叉分析，就看到各縣市，你說一般大家都認為今年2026國民黨佔有非常大的優勢。可是如果你看了這樣的民調了以後，你就發現，現在這個狀況，難怪現在有很多的地方感覺到非常吃緊了。我講一個事情呢，我3月初的時候，我3月中旬的時候公布了一個3月13號，我公布一個新北市民調。我公布新北市民調的時候，被國民黨罵得臭頭，你知道嗎？因為當時1對1，當時李四川只贏蘇巧慧1.1個百分點。對，那我在上一次1月份做的時候呢，李四川贏蘇巧慧9.8個百分點。在更上一個月的時候，我們沒有公開，現在我數字通通公開了，李四川贏蘇巧慧10點多個百分點，所以他是有絕對優勢的一個狀況。可是奇怪了，1到3月份有一個月是過年啊，對，怎麼突然間掉了6.7個百分點？為什麼蘇巧慧突然間增加2個百分點？我們現在看這個數字就懂了嘛，因為大盤崩盤了，這是什麼？就叫做鄭麗文效應外溢化。大家知道了嘛？那6.7，李四川是11號被提名，對，13號我公布民調，他什麼事都沒幹，他在他睡覺就跌了6.7個百分點，這個為什麼原因？這是外部效應。對，外部效應，你再一看鄭麗文，重點不在這哦。
重點不是他在家什麼時候沒事幹哦，他其實是把輝達在北士科的案子搞定哦，那是一個大事情哦，那個對他倆是一個大利多，結果搞了一個大利多，我把輝達搞定了以後，我跑到了新北要去選，結果反而沒有出來，因為什麼？因為黨軍購更大條嘛。黨軍購，你黨軍購就覺得說你在反對我嘛，對，所以整個老百姓這個反應其實是黨軍購反應，對，還不是鄭麗文的反應哦。鄭麗文的反應是我們的題目是假設題目，是我們在做這個民調，鄭麗文到這個訪中的行程還沒有確定，還沒確定。我們看到他那個信任度，鄭麗文信任度是什麼意思？就是我們假設3個月內如果訪問中國的話，台灣老百姓認為。對選舉是弊大於利還是利大於弊？弊大於利。結果56%的人決定說，如果鄭麗文去訪中的話，是弊大於利耶，那還要再調。那你今天已經看到，他就光一個反軍購一件事情，對，鄭麗文掉了5個百分點，李四川掉了6.7個百分點，全面性的下滑。所以，可是你看是誰？我們如果先做民調，我沒有做了哈，但我相信蔣萬安不會差。哦，你知道為什麼嗎？為什麼？去國民黨化，去国民党，就我跟你國民黨保持距離越遠的首長哈，我越安全。对，我跟你越接近了哦，他媽帶賽，通通衰到在，你知道嗎？所以李四川就是當天那個彩帶一掛的時候，哇，鄭麗文的彩帶，彩帶一掛，他媽旁邊一個鄭麗文啊。然後最後，你在前2天看到還有一個朱立倫啊。哎，對，我現在從來沒有看到蔣萬安跟鄭麗文一起拍過照。對，但是沒有，他誰跟他不跟他拍的，他就跟他糊弄一下。而且他去大陸，去中國大陸1天就当天就回來。他旁邊站的是古立言呢，他媽蔣萬安多厲害啊！他每天他講英文的時間比講中文時間還要長。我看大家腦筋都很清楚，這口尾狗哎，狗都到底就衰起，嘛都是落賽。所以鄭麗文是一個已經確定是一個。這個選舉的這個選票毒藥嘛，對不對？所以大家知道這個毒很重，要如何避開這個毒？所以4月份啊，然後可是鄭麗文的論述跟我們完全相反。你提這個論述跟他談，他不相信啊。對，他很簡單啊，他說：“哎呀，這個去見習近平呢是大利多啊，說越到南部越好。我就想講你討個派去啊，到南部越來越好。然後我們今天看到了。我告訴你，我再提供一個我另外一個角度，跟你剛剛談的工商團體不願意跟他去這個哈，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什麼原因？我跟你講，我在這邊大膽假設哈，我認為習近平不願意見。為什麼？習近平不願意跟商人見嘛？習近平多久沒有見商人了？你回憶看看，他早就不跟商人握手了。所以這個是一個讓國民黨要栽大跟斗的地方。鄭麗文原來的算盤一定是這樣想嘛，我帶一堆後亞郎，然後那個有門票的嘛，對不對？我賣門票跟演唱會一樣，然後去握個手回來就可以大有斬獲，對不對？現在我跟你講，老共根本不吃你這一套，他就是要你給我做川習會桌上的 menu， 春天邊個講啊，少來這一套，乖乖當 menu， 被我玩完了你就免洗餐具，用完即丟。好，宇軒。因為講到的柯文哲不是現在跟他講的不信任度一直在飆升，然後信任度不這個降化，他更慘的是什麼？他明年拜會診所4，他可能明年1月就要坐牢，明年年初就要坐牢了。哎，对，因為柯文哲現在案件最嚴重的問題在於說，不是他的貪污治罪條例，因為貪污治罪條例你如果一路打到3審的話，那個我們講可長可久，恐怕2028年都還等不到。但問題是背信罪，它最大的問題在於說，因為它是3年以下的輕罪，所以輕罪的話呢，只能到2審。但我跟你講哦，這個2審很可怕，因為第1審還叫做事實審，但第2審就開始走入到所謂的程序審。程序審就說我開始檢視你1審裡面你有沒有證據要補強，或者證據有沒有問題。所以寶傑哥，我講白話文哈，超級快。對，就超級快，速審速決。我想最快到多快？你知道什麼程度嗎？有時候半年就搞定了。你不要以為說1審、2審之間會拖很久，那是大家會有些印象，因為看的時候法官就講哦，柯文哲先生啊，你這個案情相當單純啊。哎，請問一下，你對於這個背信罪的827萬呢，你承不承認？啊，我不承認。然後說啊，可是你就是把眾望基金會的錢對拿去發給你大選員工的薪水，而且呢還1人領2份，同一個名字在2邊發的亂七八糟，還發獎金啊，你有發沒發？然後叫證人來。不是，你說金華城那個案子，你還可能說現在他藏得非常好，或者不知道有什麼原因，你還是很難勾稽。众望這種東西，他剛剛是出手出腳、大手大腳的幹呢，叫白紙黑字嘛。因為我們去看他的薪資請款單，那時候還記不記得有一個發言人，然後那發言人出來講話超好笑的說，哎，為什麼你領2份薪水？說
我只有領1份，我只領到1份，然後後來發言人就被換掉了，代於我是不是？对，後來他就被 fire 掉了，因為他只領到1份，所以你想想看，這個案件跑不掉嘛，他跑不掉。不是最新最好笑的是，李珍秀說高虹安拿了700萬，对不对？高虹安說我沒有拿700萬，那現在也確定高虹安沒有拿700萬，那700萬去哪？對，是柯文哲搞不好有這樣跟李珍秀講，那搞不好跟那個我們講薪水一樣，莫名其妙就也到自己的口袋裡面去。所以這2年半哦，第一，刑度降低的可能性高不高？不高。在第二，判刑確定的可能性高不高？高。那就要進去裡面蹲了。所以對於柯文哲是他現在最大問題嘛。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或者，民眾黨之前一直在說，檢察官都在欺負阿伯，然後我羅織餘罪，所以他們要推一個法案，推什麼法案？就說我現在在法庭裡面的攻防，我在法庭裡面的這些內容呢，你要公諸於世，你要直播出來。好，那今天呢，我們看到法院真的把他給直播了。本來以為說阿伯真的是被誣陷，你知道嗎？檢察官胡說八道，你知道嗎？真的入人一罪，你知道？結果今天大家看內容以後，滿嘴胡說八道的是柯文哲，柯文哲講這個那個我都忘記了，你們只會害我，你們這個怎樣你們誰做了？你什麼正事都沒講。那你看到檢察官是有憑有據，人事時地物，你叫誰去這個做口供？你叫誰去你甚至把誰給趕走？你甚至逼迫誰？講得一清二楚。結果我們就看到一個活生的例子。你看完以後，你再也不相信是柯文哲了。法庭现行记真的，我看完之後，而且我跟你講，我真的被檢察官給圈粉了。我好像在看台版的 Hero 一樣，你知道嗎？檢察官說的真是好啊，真的聽到我都熱淚盈眶因為我現在來講那個柯文哲他講的鬼扯的部分，其實呢就幾個字，什麼家人然後罵人，再來不是人誰是家人？他扯什麼？你以為他只講到說回去。看到佩奇，我晚上10點回去看到佩奇在拖地板，跪着拖地，跪着拖地，然後他就哽咽了。奇怪了，他幫你拖地，可是幾十年了，是你不對吧？你不能幫你老婆拖地嗎？对不对？而且我家沒有傭人，我要請問，那蔣萬安家裡有傭人嗎？馬英九家裡有傭人嗎？是都沒有傭人的。那有什麼好哭的呢？而且從頭到尾只能凸顯出，柯文哲，你給你老婆可以買什麼？你可以拿4300萬去買商辦，你老婆買了4300萬商辦之後，還去看豪宅，還去看豪宅，還去看小宅，你們2個人有花不完的錢，好幾億的錢，結果你老婆跪在地上拖地，那你那邊哽咽個什麼鬼啊？對不對？而且你自己講的啊，你說我跟我老婆的薪水2個人加起來有上億元，那是正常的事啊，那不都你講的嗎？你有這麼多錢，你不請傭人，那怪我了。而且你就算不請傭人，你自己不會拖地嗎？拖地有什麼了不起？寶傑哥在家裡也拖地啊，有什麼好了不起的？然後第二個，你知道嗎？他還講到誰？他竟然講到他爸爸，他說：“我跟你講，有一個通靈的來找我，他跟我說我爸爸跟他通靈。”然後呢，反正我後來我跟通靈的只講一句話，只要我父親可以原諒那些人。等一下，這是在法院上講的。對啊，在法院上講的。他沒有講，聽錯了。他沒有講任何跟法律攻防的事實，也沒有講任何的法律，連他的律師都沒有講。法院講他爸爸跟他通靈。對，他的律師只有講說，他每天搭公車上班，他的這個下來以後每天騎着。這個我可以接受嘛？可是爸爸通靈，他是台大。他是台大急診科醫師，但是每天有病人跟他通靈。對，他說，那個我爸爸透過一個通靈者的人來告訴我，然後他說爸爸通靈他，然後呢，我只說只要我父親原諒那些人，我也可以原諒那些人。天哪，我好像在看什麼那個一些8點檔連續劇撒狗血的，怎麼會搞成這樣的法庭然後呢，好，剛講完家人對不對？再來開始罵人，他罵誰呢？他就罵檢察官啊，他說什麼檢察官是邪惡的，從頭到尾這邊污蔑啊，從頭到尾污蔑我啊，杜文慧根本沒有說沒有做到任何證據，就在罵，就亂罵，就瞎罵。檢察官說，市長每次出來都在罵檢察官啊，都在罵我們啊，這我們也尊重，因為這就法庭攻防。可是有一句話，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就是你罵檢察官是邪惡的。他說：“市長，也許你不相信，我當過國民法官3年。”他說：“我們是有理想，我們是有自己的一個抱負的。我在這個法庭上，我看過受害者的眼淚，我這個法庭上，我幫受害人爭取過權益。但是我雖然不像市長一樣，可以一個決定可以決定國家一個市政，但是我扮演好我的角色，就是
是在這裡捍衛我們這個受害人相關的權益。我們每一個人的決定，每一個人的做法，都是希望為國家而更好啊。他說你不要，市长曾經說過，你說这個案子過往10年看，大家會有什麼樣的評論？他就跟你講，他說我只說一句話，我不要往10年看，我們所擔心的，我們所在乎的，只是此時此刻，從今而後，不要再有另外一個比別人更平等的金華城。好，宇軒，這個真的非常的一個荒謬，就是現在要求直播是誰要求？是民眾黨要求直播，直播了以後覺得我可以還阿伯的一個清白，可是沒有想到今天我看了所有的直播，我今天也認真看了一下。我根本就覺得今天阿北跟他的這個律師根本就胡說八道，完全沒有針對這個案件你有任何的實質的內容，而且阿北的這些惡行劣跡，你怎麼把人家給逼走？你怎麼壓迫人家？你怎麼讓你的這個所謂的公務員心生恐懼？一點一點的清清楚楚交代。剛剛慧珍講，我都很難想，他說在開會過程裡面，他說在開會過程裡面他不爽，他就開始丟東西，他連警察都敢丟。本來跟我講啊，我現在必須要承認，我覺得我錯了，因為當時法庭直播的時候，我認為說，他怎麼沒有現場直播？他往後 delay 1個禮拜才播放出來，那肯定是要保護法官嘛，要保護檢察官嘛，省得他們在第一時間直播就被公審嘛。我還發現我錯了，為什麼？黃國昌是在保護柯文哲，因為如果第一時間出來，柯文哲連談都不用談的，民調不會是現在這個數字，更低。首先剛才講第一件事情，其實慧珍都算是客氣了。柯文哲那個時候是他答辯的時候，寶劍知道他說什麼嗎？來，我原話完全沒有像這樣啦，不是啊，我要說什麼？沒有，就是啊，我跟你講，應該是這樣的，反正我也不會說了。他這樣搞了快將近30秒，聽君一席話，對，如聽一席話，對，然後所有都是形容詞，對，他只是以答辯，然後什麼都沒有，都內容，然後最後自己的句點就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說，然後他就沒講了。那他還另外在講說，你們都是用最惡意的方式去這樣子講，還講，我覺得最妙的。他說金華城那個哪有什麼那個產值很高金華城那個產值很高，我如果叫他10幾年就這樣拆掉的話，那個反而是對他們不利。你把我當白痴嗎？你把我當笨蛋嗎？金華城就是被微型小鎮搞成圓形的，把它搞百貨公司，搞百貨公司搞得會像鬼城，沒有人要去那裡。第一個那裡停車不方便，那裡交通不方便，那裡動線不方便，那裡什麼都不方便。那個東西非拆不可，否則他光是那個不是產值我要光養那顆球，我就要每年花很多錢那顆球對我來說，結果你居然跟我講說，你把我當白痴說那個金華鎮有很大的產值，那個金華鎮很大的產值，我根本沒有圖利他，把它拆掉反而是對那個什麼對衛星小省的這個傷害。我心裡想說，你把我當白痴嗎？本來跟你講了2個重點，首先第一個重點就是柯文哲在這個金華城案件裡面如何去護航所謂的沈晶晶，其中有一個很關鍵的人叫做林宣禮。那個林宣禮狀況是怎麼樣呢？就是原本當時是在內湖，那是處理內湖的案子，結果柯文哲一言不合，因為這個林宣禮在會議上直接跟柯文哲講說，我不幹了，然後就這個東西不能這樣幹，你這樣幹了不行，你要照我的意思去做。就柯文哲就說來。這家伙開除，永不錄用。對，而且說再也不要讓我見到他。對，然後這句話是誰講的呢？邵秀佩。那為什麼邵秀佩質疑這麼重要？因為柯文哲一直在瞎掰，說我講我都不知道啦，那個都是公務員啊，杜委會處理的不對哦。從頭到尾，從2月20號他這個案件送進去開始，也就是沈清金這個案件，所有的公務員都跟寶傑哥你剛才講一模一樣的話。3大違反要來，第一，你不能給他創設容積獎；第二，這個案件根本不能拿來審；第三，他是不是跟你講宜居城市，跟你講韌性城市，跟你講智慧城市？我不好意思，這3個要件，檢察官攤開一大堆說，你們的公務員講的，台北是符合這個要件的，至少上千個。你上千個，你哪一個像金華城這樣送容積的？沒有半個。而且檢察官在裡面講都是這樣的，我們今天都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你就照法律來，照法律來你有一套規範，那我們就照着規範講。如果今天你不照着規範，你就是例外，你就是圖利。今天金華城就是這樣。你有法律，有法律；你有沒有規範，有規範；你有沒有程序，有程序。你不按照法律，不按照規範，你不按照程序，你另外搞一套，然後你再跟我在那邊哭說你很可憐，你老婆在拖地。對，我總共他總共有3個階段哦。中間第一個階段，也就是講，他原本是到所謂的392，那這個392到560那個時候，其實就有一個大問題。為什麼？因為他到560的時候，包括了很多公務員以及呢在現場人，他不斷的跟你在陳述說，來，柯文哲。最重要的是，請問一下，我們所謂的都市計劃法第24條，或者是你台北市的都市施行細則25條，寶傑哥，那是叫什麼？它前面有2個字很重要，就2個字而已，危老。
危老，然後清華城，你在跟我講它殘值，你跟我講它原型，然後說什麼18年你還有很高的產值，我這樣子把它拆掉，我根本沒有圖利柯文哲，所以他沒有圖利沈慶基，他在胡言亂語嘛。因為你如果有殘值的話，它就不是危老啊。對啊，危老的樣態就沒有殘值，對，它就沒有殘值，而且會造成都市危害。對，所以第二句好，它已經不是危老了，那你硬要把它送進去，就送進去之後，你包括你強迫你的公務員去施行，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要件哦。我刚才是不是講到說很多公務員反對？對不對？我給過一個數字哦，包括林清龍，他說林清龍那個反對我不算，林周明，甚至什麼邵秀佩，甚至誰劉秀玲，劉秀玲是誰？就是原本都委會的直秘，以及下辖包括宋正邁、林這些在內，對，所謂的都市計劃的委員，他把宋正邁都給弄掉了耶。宋正邁是怎麼講？第一次參與，前段參與，然後後面覺得說，這個塞虧，哇，太可怕了，這是亂搞，那人就走了嘛，所以柯文哲把他開掉了嘛，聽話都開掉了嘛，所以加起來12個。而我在講的時候，加起來12個公務人員，在這個過程當中一直跟他講說，老大千萬不要幹。甚至我們剛才是講對話記錄，對不對？它裡面還有個對話記錄，那個對話記錄哦，我們最喜歡的，他是說什麼？這個案子如果過的話，會腥風血雨。他是腥風血雨，公務員這樣弄，但最後面呢，還不是這樣稀里糊塗弄。所以很多人在討論說柯文哲在庭上怎麼胡言亂語啊，是不是什麼精神狀況問題？其實不是哦。我講柯文哲比誰都還清楚這個案子，他都在說謊。他說我回答不出來是因為我都沒有什麼在看這個卷宗太多，幾千頁，我搞不清楚狀況。他清清楚楚，法律就是法律，政治是政治。你們做的是政治攻防，我們做的是法律攻防。这個東西，這句話，如果你把那個看完，你就知道。今天即使柯文哲在法庭內，他也是在做政治攻防，真正在做法律攻防的是那些檢察官，所以一比天差地遠，一看就知道說，我們好歹也念過一點書嘛，我們好歹也念過公民嘛，好歹也念過法學緒論嘛。我今天看完他整個攻防，你真的直播之後，他真的沒道理。從政治上這個大問題，你知道，因為剛剛惠貞講一個一般背信啊，一般背信的話，大概在28年前一定就定了啦。定的話，快的話大概27年，這個可能就要送，27年初就送27年中就送執行了，所以他會去關呢。他不是他要去關呢，他現在在那囂張，在搞什麼搞不懂。第一個他鬧什麼鬧啊？然後第二個他一直講一句話，他沒有什麼司法破壞，他說我絕對不會跟賴清德投降。對，這句話什麼意思？什麼意思？我到現在我也不懂什麼意思啊。我想了好幾天才想懂了，你知道吧？他有8席立法委員，老子不交給你，這個叫投降。對，你知道嗎？這表示中間有人在跟他喬這8席立委。我看過有一個寫的最清楚是，他一直認為政治可以干預司法，所以我有8席立委。他其實是在等什麼呢？等賴清德來跟我談，結果賴清德沒有來跟我談，所以他就很生氣，覺得你明明可以談的，你為什麼不談？他把民眾黨賭下去了，你知道嗎？民眾黨一賭下去，結果這個黨完蛋了，你知道吧？這個黨，如果你看看當年阿扁出事情怎麼處理的，切割，第一天陳水扁退黨，對的，自己說退。陳水扁退黨，跟民進黨沒關係了嘛？那好，我們開始就各走各的路。結果他現在賴着不放啊，抱着民眾黨一起跳淡水河對啊，他自己建立一個黨。那我先問你一個第4個道理：台灣未來到底除了國民黨跟民進黨這2個大黨以外，有沒有中間選民？有嘛？有沒有年輕選民？有嘛？那這些人去哪裡？何去何從？我聽到一個笑話啦，我就當天了，我沒有看到，聽說當天就是說他們辦那個很大一場會了本來應該要大進場的，你知道吧？結果後來沒有大進場，聽說是大出場。為什麼？因為他根本就出去了，走出去了，你知道吧？就結束了。所以這個事情呢，對台灣的政治是一個非常壞的一個惡例，而這個例子會影響到今年到28年的選舉。是在股市裡面有一個恐怖傳說，叫做清明變盤。對，也碰到清明節的時候，漲的會變跌，跌的會變漲。現在我們剛剛講清明節還沒到，整個股市就震盪不斷，震盪非常大，是因為出現一個川普。現在大家對川普開始覺得，你攻心還是攻 gay， 到底可不可以相信你？而這種不安的氣氛正在擴大當中。沒錯，今天台北股市跌了大概將近非常的慘，而且尤其對很多散戶來說的話，今天很多小股票都跌得非常非常的重哦。那麼如果指數來說，從這個35579，現在跌到這一條線叫做季線，通常台股過去的跌到季線都是個買點，但是今年呢沒有任何的抵抗就往下破了。那為什麼往下破了？因為事實上現在大家很擔心剛才寶傑講的清明變盤。那為什麼很擔心呢？現場過去大
大家都並不是很擔心清明變盤。但是呢，因為去年的清明節的時候，我們知道說之後沒多久就遇到了美國川普的對等關稅，那時候殺了一塌糊塗啊。就今年又來到清明節附近的時候，又來到現在川普現在人他們現在美軍在中東準備要打仗，他現在5萬個士兵在那個地方。那尤其是這個禮拜，因為為什麼這個禮拜大家很擔心呢？因為事實上再過幾天就要放長假了。那放長假來說，這個禮拜5放假嘛，5、6日3天的時間，美國5、6日也是放假。那我們知道川普呢，上次228啟動攻擊，那這一次呢，會不会在清明節他也啟動登島作戰或是奪島作戰？大家不知道，所以現在大家很擔心。雖然說這幾天的賣壓會非常非常的重，可能這幾天的時候，大家可能散戶啦或者很多外資法人都很擔心，這個禮拜到底川普會不會就開始登島作戰，會不會更大的這個跌幅會出現？所以現在就出現這樣一個狀況。好，那實際上我跟他講，實際上台股已經算是很強了，台股現在撐在這一條這個季線上面。可是如果你去看美股的話，你會發現到美股呢，道瓊、納斯達克、S&P 啦、費城半導體全部都跌得非常重啦。那有的時候什麼？不只是台灣人心驚驚，連美國人都心都很害怕。尤其你看到很多美國的股票，什麼微軟、Google、亞馬遜，大家都跌得非常慘。對，所以跟你講，現在全世界都很擔心說，如果美國沒辦法，我們現在看台股什麼時候止穩，或者什麼時候再啟動多頭，很簡單，你只要看美國股市什麼時候能夠穩住。尤其現在已經，我跟他講，現在美股道瓊已經跌到年線了。如果川普再不 tackle 的話，可能再往下跌，那會跌得非常重啊。可他現在 tackle 不了啊。對，但是我覺得他目前為止，他現在被那個伊朗纏住了。他現在語氣有在轉變之中啦。那我們就看說這個禮拜，我覺得這個周末是相當重要，所以也因為說現在要觀察美股。對，也就是因為這個周末非常重要，所以這幾天的台股的賣壓，或者整個散戶在避開清明節的時候，可能會比較沉重的這個狀況。好，所以這些現在整個股市裡面，真的承受很大的壓力嗎？現在這個清明節真的會變盤嗎？股市不怕利空，怕什麼？怕不確定。這幾天的長假就是充滿着不確定，甚至你不管对戰爭、對任何事都充滿了不確定。所以在這個時候，所有的賣壓會宣洩出來。所以宣洩出來以後，在這種情況下去先閃一下，先避其鋒。那這樣是通常什麼時候大家確定了？講別人恐懼的時候，我貪婪是剛好機會嗎？現在好像才剛開始，季線才剛剛跌破。剛剛提過了。日本、韓國3月份跌多少知道嗎？跌了20% 啊！我們只不過跌了10幾個%，我們嚴重的落後他們。所以我們至少要等到融資大幅的減肥，外資不賣，這雙資的問題解決以後，大家再來選股。那很多人說，那大家台灣最愛台什麼？很抱歉，不是寶傑的台塑啊，全台灣最愛的其實是台積電。那台積電要看什麼？就是要看外資。所以我說，大家等外資賣完了以後，我們再來撿便宜。因为我現在對比所謂的台積電的這個所謂的設備商，我都很好奇。好奇以後，我們昨天已經講了，硬能原來它是做烤箱的，是烤箱以後就烤了以後，把裡面的氣泡給烤出來，嘣嘣嘣跟烤出來。結果呢，你現在有什麼三泰是？這些都它做什麼的啊？像三泰是它在翹區，因為當台積電這麼微小的東西，兩邊可能會產生翹區，那時候會影響良率，捨不得讓 IC 不翹區。那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設備。那 CoWoS 的這個製作設備就是宏碩的一個非常拿手的一個項目。致勝叫做自動化，為什麼要自動化？我們知道後段製程啊，需要12套到13套左右的設備。那誰要把它每一個設備連接在一起，讓它可以自動化？不是用人推的，台積電的每一個都市的精密都要做一個自動化的設備。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公司都各有各的一把號。那我們現在發現還有一個產業，也是最近台積電積極要看着一個非常高成長的產業，也就叫做檢測產業。過去它只叫封測啊，就是封裝跟測試。為什麼？因為一顆 IC 台積電做出來以後，要給日月光、矽品這些做出封裝跟測試。可是你只要封裝那一顆 IC 而已啊。可是現在大家已經有聽過一個產業叫做 SOIC， 什麼意思？就是這一顆 IC 裡面有12顆以上的 IC 堆疊在一起，再加上一個最貴的，之前漲很多的 HBM。所以如果我今天把它全部封裝在一起，後來去檢測又發現，哦，你壞掉了，那意思是什麼？哇，這我裡面100塊美金都沒有啦，所以我要怎麼辦？我要一顆一顆的測。我要這12顆測都沒有問題之後，我再把你們封起來。那這樣對誰是大商機？大家想想看，原來我只要測一個，現在我要測12個，所以這樣子的話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商機，叫做戰戰減，個個減。很多人都會覺得
什麼叫2奈米，什麼叫1奈米？寶傑，我們不想講太難的事，我們講一根頭髮的距離。我們知道奈米就是一根頭髮的距離。請問寶傑，2顆 IC 在一起，它只有1根頭髮的距離，你怎麼測出1根頭髮跟1根半頭髮的距離？就你來講，不過就測距離，它不是拿尺量啊，它是每一個光學显影要到極致化，它就在測1根頭髮跟1根半頭髮。到底1根半頭髮不合格，1根頭髮合格，所以在這種極細的過程中，當一件事變得如此的微小，你說晶片跟晶片之間可能只有一根頭髮，对，就是1根那我就要去頭髮的测你每一个是不是有差1根头髮？如果差1.5根的頭髮就不行了，那你就廢了，因為我在這個距離呢，它可能就是一個不良品。其實國際上也有很多這樣的設備商，可是國際上的設備商它不會完全配合你的台積電，比如說台積電有問題，我不可以隨叫隨到。台積電今天要做一個特殊的製程，我也不會為了你台積電量身定做。為什麼現在台灣的這些設備商會一直蜂擁而起？就是因為這些設備商是你台積電是司令官，你往東就往東，往西就往西，你說1就是1，說2就是2，大家都配合。配合的狀況下，既然我台積電是老大，我就完全扶持你們，大家會呈現了一個非常緊密的生態圈。寶傑說的太好了，這所有變化來自於哪裡？就是那一場疫情。台積電發現，我原來叫阿兜啊來是叫不來的，因為他們是沒有辦法冒着生命危險來的。可是台積電不要說1個小時不工作，1分鐘不工作，他的損失都多大？所以他發現要幹嘛？培植自己人。只有台灣的廠商在我的產生的變化的時候，我一通電話令下，哇，他可能不是來3個哦，他可能公司1半的人都來了。所以我說，每一個人就開始找台積電適合自己的設備。各個擊破。台積電後端製程有12個到16個設備，我每一個選一個設備去取代外廠，這就是我說的：1，整體環境資本支出大上升；2，國產化的結果造成了目前台灣的設備股跟着台積電欣欣向榮。台積電在日本的熊本，它設了廠，我們叫台積電熊本廠。就先做了一個大決定，日本說他們要把它的12式飛彈，居然就放在熊本。現在被認為說，我不但是要保護日本，保護第一島鏈，更關鍵的是台積電這個地方不可以有任何閃失。本來剛剛這種外界有沒有辦法想象非常可怕在哪裡？因為你仔細看這所謂的靜岡的位置。距離中國、距離上海、距離台灣，它是非常遙遠的。換言之，以前日本的戰略想定是什麼呢？我把它放在西南諸島，甚至我把它放在 Okinawa， 我把它放在沖繩。那透過了近距離，包括海馬斯，甚至有一些我們講對於艦艇打擊的 Nemesis 等飛彈系統，甚至反艦系統來進行的攔阻，來去破壞中國的 A2AD。但這時候出現一個大問題，中國難道沒有想到嗎？他們很清楚，今天中國沿岸的，不管你說是什麼東風幾型的快遞，它第一時間一旦發生戰爭，它絕對往哪裡打？往你沖繩打，往你西南諸島打。那這時候，當我被打擊到的時候，我第一時間我當然是進行戰術疏散、戰術撤退。但撤退之後，我沒有反擊的餘力，所以他們想到另外一個概念。我們直接在本島，你仔細看，包括熊本以及呢，特別在靜岡這個地方，這是在本島的位置哦。它部署超長程的這種打擊飛彈，其中原本剛才一直在談到什麼叫做12式，因為12式是它舊有的型號，它現在呢把2種型號呢都再度的做陸基型的升級，也就是我第一個我一般基本型的來寶傑哥打1000公里，所以你從日本的熊本打1000公里，你知道可以打到哪裡嗎？中國沿海所有的基地都打得到。在第二個，我讓靜岡這邊我再升級，我加什麼呢？加翅膀。有這種飛彈，有一種叫做乘波體，它這個叫做滑翔彈。換言之，今天打上去之後，它會空中飛非常長一段時間掉下來，2000公里。所以寶傑哥，這2個東西裝備之後，不好意思，這不叫防守了，這就叫做矛。你知道為什麼叫矛嗎？中國叫做 A2AD 反介入反拒止，我這個就是專門來戳破你的反介入反拒止。當你今天發生戰爭第一級，你打算要打擊台灣的時候，你一定對我的日本基地着手，而日本基地一着手之後，我馬上鎖定你的火控，比如說你沿海哪些城市、哪些部隊進行調動，我馬上透過熊本以及靜岡來，就這2型，你看啊，地對艦的飛彈射程1000公里，可以從防空往外的直接打擊目標，涵蓋中國沿海地區，所以你不要以為是打艦。打艦只代表說它有反輻射，它可以針對我們講的移動目標做鎖定，打地面不會動目標，打更準。那第二個，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高速滑翔彈，對，這個東西就可以放在靜岡。那通過放在靜岡呢，2000公里的範圍，換言之，你今天只要一動，你可以啊，沖繩給你打，可以啊，西南諸島給你打，我馬上相對應的把你所有發射飛彈的這種我們講大型目標進行摧毀。因為之前美國已經把你所有火箭軍的駐地位置全部都有了，所以你其實所有的位置我都標定住了，甚至你這所有的雷達我都有了，所以你只要敢輕舉妄動動我這個所謂的沖繩諸島，我的後方馬上就打過來了。對，這是我們台灣為什麼一直要買 C8ISR 的一個原因，因為 C8ISR 等於就是說我第一時間會不會被你打擊？會啊，我這邊會被打擊，但問題是我菲律賓包括我們的這個巴丹群島那邊有沒有人可以監測到你的目標，可以監測到你的動態？我監測到這種。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57台每晚9點，寶潔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佈局。